今天我们为大家深度解读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截止到2025年8月4号的每周市场观察报告。本周报告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标题就告诉了我们一切：政策巨熊并未冬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尽管市场可能期望美联储等央行会因为经济数据走弱而迅速转向宽松，但实际上政策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贸易关税和地缘政治风险，依然就像一头并未冬眠的巨熊，随时可能冲击市场。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黄金作为投资组合压舱石的作用凸显的时刻。上周疲软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和持续的外贸政策紧张的局势，就让全球股市承压下跌，而黄金则稳稳守在关键的支撑位上方。这充分证明，在变数的环境中，黄金是自我保护的投资组合的重要工具。好，现在我们就深入报告，用数据来检验这个观点。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报告的第2页，在左侧的摘要部分，报告就明确指出，上周市场的主导因素是贸易问题和疲软的美国就业数据。美联储和日本央行都选择按兵不动，维持利率稳定，这显示出全球主要央行都在谨慎观察政策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全球股市下跌，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降，美元走强，而油价也下跌了。第2页的底部这张资产表现条形图，直观地展现出上周和年初至今各大类资产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标普500、纳斯达克、欧洲斯托克指数等全球主要股指上周都是绿色的，代表着下跌。而黄金这一条上周的变动是正的 0.1%， 几乎持平，但在全球风险资产普遍回调的背景下，这种稳就显得尤为可贵。再看年初至今的表现，黄金上涨了 28.3%， 表现同样非常出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页的这张投资者仍在涌向黄金的图表， COTW 是每周图表的缩写。这张图表展示了从2010到2025年上半年的全球黄金需求构成，紫色代表投资需求，浅蓝色是工业制造需求，绿色是央行购金。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在近几年，代表投资需求的紫色部分和代表央行需求的绿色部分，成为了推动黄金总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这说明，无论是个体投资者还是国家层面的央行，都在战略性的增持黄金，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看完宏观背景，我们再聚焦黄金市场内部的资金流向。第3页的图表为我们揭示出更具体的市场仓位变化。左侧的文字提到，上周黄金 ETF 的资金转为净流出，同时 COMEX期货的净多头头寸也有所下降，这通常意味着一些短线交易者在黄金盘整的时候选择获利了结。我们来看全球黄金 ETF 需求这张图表，上周全球 ETF 有小幅的净流出，主要来自北美地区，但在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净多头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基金经理净多头，还是前20名大户净多头，其持有的看涨合约数量相比前一周都有所减少，这印证了报告中提到的短线资金离场。但是请注意最下方的黄金 ETF 及期货期权 Delta 这张图表，图表显示期权市场的看涨压注其实是在增加的，这表明虽然有一些期货交易者减仓，但期权市场的玩家仍然积极布局，认为金价有上涨的潜力。这是一个多空分歧，但多头力量仍然在积蓄的信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在背后支撑金价呢？我们来看一下报告的第10页的10年期美国实际收益率周线图。这张图表非常关键，对于不熟悉的朋友，我简单解释一下。
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国债收益率减去通胀预期，它代表了持有无息资产，比如黄金的机会成本。当实际收益率下降的时候，持有黄金的吸引力就会上升，金价就容易上涨。图表下方的分析明确指出，由于上周五疲软的美国数据，10年期实际收益率大幅下跌，目前正考验 1.88% 的关键支撑位。如果这个位置被跌破，将为金价提供更强的上涨动能。与此同时，风险资产的表现也为黄金提供了侧面的支撑。报告的第14页，标普500指数的周线图，在上周测试从2022年开始的长期趋势阻力位后大幅回调，形成了一个看跌的反转周的形态。这意味着美股可能迎来一轮调整。通常情况下，股市的疲软会促使资金流向黄金这样的避险资产。了解了基本面和资金面的情况，我们现在就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看一下黄金的走势。报告的第6页，这里是黄金技术分析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张黄金现货周线图。图表的下方分析文字是精华的所在。报告指出，上周五弱势的美国数据帮助金价成功逆转了周初跌破55日均线的颓势，市场最终守住了从6月底低点3249美元每盎司形成的价格支撑，这让金价得以维持在4月底以来形成的横盘整理区间之内。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横盘更像是核心长期上涨趋势中的一次暂停或者蓄力。展望未来，上方的阻力位3451美元每盎司，如果能有效突破，将可能重新激活一个潜在的三角延续形态，目标将是再次挑战前期的高点3500美元每盎司，甚至可能触及到3572和3600美元。那么下方的支撑在哪里呢？初步支撑是在3268美元，然后更关键的是6月的低点3249美元。这里如果失守，那么市场将关注一个更重要的支撑区域，就是从去年11月到今年5月这一波上涨行情的 38.2% 的费波那契回撤位，大约是在3132到3121美元之间。这个位置被认为是本轮牛市中一个非常坚固的堡垒。总的来说，技术面显示出黄金目前处于上有阻力下有支撑的盘整格局，但长期上涨的趋势并未被破坏。了解了过去，我们更要展望未来。这一个星期有哪些关键的事件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呢？报告的第5页，未来1周展望就清晰地列出了未来这一个星期重磅的经济事件。对于美国周二即将公布的贸易数据和 ISM 服务业 PMI 值得关注。进口的持续下降可能让贸易逆差收窄，而服务业的消费情况则反映出美国经济的韧性。对于欧洲，周四英国央行的利率决议是焦点，市场普遍预期可能降息25个基点，但其对未来降息路径的表态将更为关键。在亚洲，周三日本将公布家庭现金收入的数据，这关系到日本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能否持续，从而影响日本央行的政策。周五，中国的出口增长数据也至关重要，它将反映出全球需求以及中美贸易休战的实际效果。这些数据和事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并直接影响到黄金、美元和股市的走势。对于黄金的长期前景，世界黄金协会的这份报告给出了一个相当乐观的判断，短期的盘整或许正是为下一波上涨积蓄能量的过程。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价值，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以后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市场深度分析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任何想讨论的话题，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